面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今天的话呢，我特意调了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肤色，因为是夏天嘛，精灵大人已经被这大太阳给晒黑了，所以说我用了一个深肤色，也方便大家上课看得清楚。好，下面的话老规矩，咱们同样是先取出一个直径是3厘米左右的一个肤色粘土。那这个的话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取土就可以了啊，这个不做强调了啊。咱们先揉一揉啊，给它搓圆。反正怎么说呢？昨天晚上点评了30份作业吧，就是在作业当中感觉我每天都在强调它的整个后脑勺，但还有人做的就特别的不好看，就是我也不知道上课你们有没有认真听讲，哎，扎了我的老心了。再怎么讲，大家都是会出问题。所以说，就是想要作品做得好的话呢，尽量把咱们的视频啊，就是回放啊，多看几遍。看一遍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多看几遍，多注意细节，每一遍都会有所收获的。好，下面的话呢，我们来把这个小圆球给它先拍扁，厚度的话呢是在1厘米到1.5厘米之间就 OK 了。然后开始去捏出它的一个脸颊的部分，脸颊的话就轻轻捏一下就可以了，我再也不敢让你们捏太大力了，不然真的最后做的脑袋全都特别大。你看做完之后整张脸是圆的，很多同学做完之后脑袋是宽的，脸是特别窄的，是不好看的。好，做好之后把下巴往上怼一怼。对，我从来都不给星，因为太懒了。不给星不代表大家做的不好啊，然后做好了这种上宽下窄的话，你可以再去仔细的看一下，我这个宽窄变化真的不明显。下面的话呢，我今天用大拇指来按压它的一个眼窝啊，在1/2偏下的这个地方，慢慢去按压出这个凹槽。记住，大拇指它不能这样去摁啊，一定要用侧面去摁。你要是用掌心的这个部分去摁的话，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就是眼窝特别宽的一张脸。好，这块的细节调整都不用多说了，咱们就制作就可以了。反正目前为止，像多数做的再不好看的同学，就是他的脸也是好看的啊，证明大家都练得非常的到位。经过前3节课下来，基本都到位了。璎珞是吗？好，这样的话，咱们的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馒头脸就做好了。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重点吧，这个是很多同学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边缘的棱角掐的都是比较不错的，像脑袋这块的话，很多同学掐完之后，它的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往里窝的，咱们像这样去掐，你这样去掐，不用让它这个有一个垂直的面了，咱们给它来一个斜坡，这样的话会增加你脑袋的这个高度，最后你添加完头发之后，整个脑门是很大的、饱满的，是很好看的。好，再调整一下啊，但也不要太过了，我刚才捏的有点过了。我先调整一下，不能给你们看它丑陋的脑门。好，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啊，我先把其他的也给它捏完之后，给你们去看一下，这些都是重点啊，都是重点，都是很多同学制作容易出现的 bug。好，大家现在先捏。好，就是捏完之后，大家看这个地方啊，给你们去看一下这个脸的这个部分啊，它这块是有一个小斜坡的，是有一个这样的小斜坡，注意一下啊。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就已经做好了。我用本子去给你们画一下吧，画一下。还
还有就是大家的这个最高点，很多同学的最高点都出现在了这个地方，就是出现了在脑门的这个地方，然后最后你贴完这个刘海之后就会特别的不好看。咱们的最高点是在眉弓骨的地方，是需要就是给它把这个眉弓骨往上的地方都要给它往下去拨的。犄角旮旯的毛病挑出来，这说的太可怕了都。说的我怎么这么可怕？好，下面的话我把它给它罩住啊，因为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你们在制作 Q 版时候容易出现的错误。我看看今天有带笔吗？没带笔就干了个尬了。果真没有铅笔，那我就用这个来给你们去看一下。首先的话呢是这个地方，从侧面看的话呢，咱们从侧面看，很多同学做完之后的话，他的这个。比如说这是他的侧脸，对不对？然后棱角的塑造，他的后脑勺是这个样子的啊，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才是咱们的这个侧面。注意，像这块地方，我们需要给它像这样给它做出来，或者是稍微带一点斜坡啊。我下面画的比较丑，请见谅啊。这两个你可以任选其一啊，但是这块的话千万不要让它往里窝。那第二个点，这是第一个容易出错的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是咱们的这个眉弓骨的，就是这个脑门这个最高点。很多同学的最高点的话是出现在了这个地方啊。你看脑门这就变得特别高了，咱们的最高点在它的这个眉弓骨的这个地方。眉弓骨，然后开始往下去走，这是第二个容易出现的点，记住了吗？最高点在这个，说的我都头昏了啊！排调下面这个部分，上面的最高点在眉弓骨这儿，不在脑门这儿，一定要记住，把这个往下去拨，好吧？这是两个知识点啊，记住了。你们，我这点评的作业真的是。哎呀妈，把我心扎的老疼了，我都感觉自己上课白讲了啊！下面的话呢，咱们来开始去刻画它的这个眼睛。眼睛的话，咱们就在这个眼窝的地方去刻画就可以了，不要再往上了啊。咱们可以拿棒针，也可以拿丸棒，大家拿一个自己最趁手的这个工具就可以了。眼睛的话，咱们今天这个是一个偏于椭圆形的这种感觉啊，偏于椭圆形的感觉。如果你们想要制作圆眼睛的话，也是 OK 的。我们先用工具轻轻的按照之前教的这个方法，把两个眼睛的位置先去给它点出来啊，先给它点出来，按照之前教的那个测量法，然后去想一想你想要什么样的眼睛。比如说咱们今天做一个长眼睛，咱就用我们的小棒针工具或者小丸棒工具给它前后搓一搓，然后我稍微涂一点凡士林，它搓起来会更容易一些。好，慢一点啊，别着急。制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咱们的这个眼间距，还有就是眼睛离脸的侧面之间的一个距离。好，差不多了，这就是他眼睛的一个大小啊。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换一个小棒针啊，把它的眼头的这个地方给它弄细一点，就是眼头细、眼尾宽一点的这种形状。啊，接下来就是嘴巴的一个造型了。先在中间先确定一下嘴巴的这个点在哪里，先确定好这个点，然后给它往下去画，就画出我们上一节课那种弯弯的这个嘴巴。好，然后再把下面这块给它抹平就可以了。好，然后咱们这个
小凹槽就做好了啊。学过微缩的同学的话，我觉得在这一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毕竟水槽不是白做的，对不对？水槽不是白做的，是不是大磊娘？啊，是不是千寻迷？水槽都没白做啊！啊，下面的话，咱们这个眼睛的话就给它制作好了，然后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填充就 OK 了。这个精灵有点不好看，你是觉得它哪里不好看呢？不好看咱们改嘛，自己改嘛，是不是？啊，想改成啥样自己改，好不好？好，下面的话呢，咱们来开始制作眼睛。做完之后，给你再去归纳一下这个眼睛的制作。啊，眼睛的话呢，咱们这个取土量是不能太多的，大家可以从侧面观察一下，它粘贴完眼睛之后呢，它表面是平平的，并没有鼓起来。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呢，咱们这个白色的取土量就根据你们自己的这个眼窝的大小以及深浅来决定它的这个量就可以了啊。这块大家要自己决定。不可爱是没有动力的，你们那么喜欢可爱的呀？啊，那忙忙碌碌的小精灵，哎呀，还要让人家兼顾可爱，真的是太难了。不蓬头垢面，没有给你做一头蓬头垢面都不错了，还让人家给你可爱，太为难人家了。好。差不多的话呢，按照你的这个取好了量，按照眼睛的这个形状，我们去搓出来。比如说今天这个就是眼睛有点偏向于水滴形，那我就把这个水滴形给它放进去，用我们的手就是轻轻的给它按压。你看，从侧面是不是就是平平的了？这边也是，对，大家自由发挥。哎，你看这个时候，你说，要是留了个长指甲，那该咋整？那不得给脸戳破了呀？啊，这块的话可能眼睛有点太深了，所以说需要再加一点土。啊，没有按照老师要求的来做，这个是没关系的啊，这个是没关系的。但是老师上课讲的知识点你不能不听啊，对不对？哎呦，抹了凡士林的手真的是滑不溜溜的，这个不好放，大家可以用借助棒针去进行一个存放。好，用手慢慢的去调整一下它的这个眼睛。好，捏扁一点。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今天这个小精灵啊，真的是又黑又丑的啊，没关系，咱们知道怎么做就可以了啊。毕竟是经过，毕竟是搬砖少年嘛，能好看到哪去？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制作它中间的这个小棕色的这个眼睛。棕色的眼珠的话呢，如果你们家里有这种就是特别小的这个小棒针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小棒针在我们眼睛的中间给它轻轻的戳一个洞，然后到时候再去给它安眼珠啊，这个的话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方法的话，你可以直接搓一个小圆球，揉圆按扁贴上去也是可以的。好。得了吧，得了吧，你不要在我的课堂上吐槽我的案例，说人家的可爱好不好？你们这真的是杀人诛心，好不好？啊，揉2个小圆球给它放进去，都有半厘米了，你的指甲是多长？好，一定要确保2个眼睛的大小一致。弄进去之后，用手轻轻的一按啊，记住力道，千万别做的眼睛不圆润啊。好啦，这
这样咱们的眼睛就给它制作完成了。下面的话呢，把它这个粉嘟嘟的小嘴巴给它安装上去。上节课咱们这个嘴巴的话呢，它采用的方法其实就是一个粘土片贴上去的。那今天的话呢，就整体增加一点点的难度，好吧？好，人家的都好看，就我的丑。得了，别说了，我的丑我承认。啊，我先简单调一下粉色。粉色的话呢，咱们也是先就搓一个长条啊，这个长条，用手搓就可以了。哎呀，还是千寻你好啊！我发现不管是微缩还是 Q 版，每次都是你出场来救我呀。好，给它放进去啊，这有点太小了。Hello， 明雅，晚上好。还有阿七真忙来报道了，咱们这还在做脸呢，你等一下可以跟着我做身体。好，就是做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这个粉色，然后我们给它轻轻的，就是去按压。记住啊，这个粉色不宜太多，因为你看粘完之后，它的嘴巴这块是有一个小凹槽的，这个粉色并没有凸出来，凸出来的话，那个是不太好看的啊。贴好之后呢，你可以用棒针的侧面像这样轻轻的滚压。好，就是用侧面轻轻的按压。然后你看它的话，按压完之后是没有这个粉色嘴巴给它露出来的。好，这样的话呢，你看它的小嘴巴是不是就制作上去了？最后的话，咱们就可以给它去添加上它的一个小牙齿了。牙齿的话呢，就是可以给它左右两边再添加个小虎牙，是不是也是非常可爱的？啊，先随便拿一个白色的粘土揉长条，给它按扁。完全跟不上了，这个跟不上的话，咱没关系啊。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你们跟着回放去看，因为跟着直播的话，真的，我看了你们的作品之后，我真的想让你们跟着回放多做几遍呢。你说回放教的它不细吗？为什么大家强调的重点总是不听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是剪出一个小长条，然后呢，用我们的棒针工具啊，稍微抹一点这个白乳胶，在我们的手上，然后点在上方。贴好。哎呀，给它戳了个包。好，做好之后的话，如果你们想要调整它的一个整体形状的话，可以借助我们的这个压痕刀或者是其他工具啊，进行一个形状上面的调整。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工具呢？因为我的那个压痕刀啊，怎么说呢，有点垃圾，被我给弄坏了。哎呀！好，差不多了。然后咱们这个嘴巴的一个造型就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啊，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制作一下它的这个眉毛的部分。今天这个眉毛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啊，我们就给它搓一个长条，按扁，弄一个粘土片贴上去就可以了。小精灵被吓到了，可能小精灵生气了吧？小精灵说滚蛋！你们这些人竟然敢说我丑！我怎么了？我开心，我就长这样。他可能生气了，他听到你们骂他丑了，他就不开心了。好，下面的话呢，这个粘土长条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薄啊，一定要薄，边缘一定要切齐了。咱们做这个不能急，然后切一个宽度是在就是2毫米左右的一个粘土长条。然后我们把它剪成一个5毫米长的，或者是6毫米长的2个小短片，好，给它们剪出来。
然后把它们粘贴上去。先大概在眼睛上方去粘一下。好，这个眉毛的话呢，它就是在眼睛往上1毫米的这个位置去粘贴就可以了。今天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听到你们的话之后，我应该给他做一个红脸的，被你们气的脸都憋得通红通红的那个。好，然后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话，整个五官的制作就已经完成了。下面的话呢，来制作一下它这个耳朵的部分。尿床怎么了？对，我长得丑怎么了？给它改编一下。耳朵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水滴的形状。那现在的话，咱们先就是取出2个等量的这个就是绿豆粒大小的这个肤色粘土。然后你们可以把这节课的案例改成那个尿床的那个小男孩。好，差不多了，小龅牙。用手给它简单的搓成一个水滴的形状就可以了。长度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决定，看你喜欢多长的一个小耳朵啊。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亚克力板轻轻的按扁。然后按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就是不要按得太扁，太扁没质感，稍微留有一点点的厚度啊，差不多是在1毫米到2毫米之间的一个厚度啊，不，1毫米太薄，2毫米啊。下面的话呢，用我们的棒针的尖端，记住这个尖它没有到达顶部，它是在半路的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这样简单的按压的啊，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耳蜗就已经被按压出来了，看到了没？耳蜗就按压出来了，没有到达顶端啊。好，我们把这个，好，大美娘，等一下，咱们这个问题放在等一下课后好不好？好，接下来这个就是咱们2个耳朵在粘贴的时候，因为耳朵是像这样长的，它不是这样长的，所以说咱们在修剪的时候呢，需要把它摆成一个我们的耳朵的一个造型。然后给它这竖着来一刀，这样的话咱们耳朵是不是粘好之后它就是往上去斜着了，对不对啊？在粘贴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注意了这个耳朵的这个高度啊。目前的话呢，像这个地方出现问题的同学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耳朵的这个最高点的地方，最高点的地方呢是要与我们这个眼睛最高点的地方齐平，或者是稍微靠下一点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能太靠上了。好，我们接下来给它粘上去啊，注意2个耳朵它的一个位置。好，可以从侧面去看一下这2个耳朵的前后位置一不一致啊。做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这个小耳朵就已经整个脸部就做完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制作一下整个身体部分吧，最后再去制作它的一个就是头发就 OK 了。耳朵的话呢，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小的这个勾线笔在耳蜗里面去上一点颜色，可以让它的整个耳朵看起来更精致一点点啊。你看的是哪一期蛙哥的呀？我跟蛙哥的这案例不一样吗？不都长一样的吗？咋还这不都是一个案例吗？啊，下面的话呢，我们要就是来制作一下它的整个身体的部分了。在制作之前呢，先给大家来回答一下问题啊，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说。我来看一看。这个叫气得面红耳赤。好，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咱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去进行一个制作了。首先的话呢，咱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2.5头身的这个比例。咱们上节课呢做的是2头身的，2头身呢它的一个有点像兽人，你们觉得像啥？你们自己改啊。2头身的话，它的一个
身体的这个长度呢，差不多就是一个头长。那2.5头身的话呢，它的整个身体是一个头再加上一点点。比如说，你看啊，这是一个头长，对不对？然后脖子到脚这块是一个头，然后还多出来一点点，那这个的话咱们就算是一个2.5头身了啊。只要比2头身多出将近1厘米以上的话呢，它就算是2.5头身了。那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制作了。像具体的一个2.5头身的比例制作的话呢，咱们到后期的课程会慢慢教给大家的啊。今天先简单了解一下，因为上节课那个素题已经把大家难的都，哎呀，感觉难的都快头秃了，所以说这节课稍微在素体上面的话，不敢给大家太多的要求。好，下面我们先来随机取出一个这个肤色粘土，还是想把这个挡住啊，这个挡在这儿。不是肤色，黑色粘土啊，这个的话直径差不多是2厘米，我们来给它搓成一个就是小长条啊。粗细程度的话呢，就是稍微细一点。如果你的头比较大的话呢，你就可以搓的稍微粗一点。如果头小的话，可以把腿稍微搓细一点啊。这个腿部的粗细是根据脑袋来定的。好，差不多的话呢，我是给它搓了一个1厘米粗的这个小黑条啊，1厘米粗的一个小黑条。我觉得它可以再粗一点点，再往回怼一些。2.5头身怎么控制？你先来听我说啊，先来听我看啊，先来听我说。首先的话，咱们来制作一下它的这个腿部啊，先把它弯曲啊，尽量腿长一点点。我的话呢是到达了一个8厘米了，咱们尽量长一点，等一下还要去修剪呢。然后把它对折窝起来，窝起来之后呢，我们要把它与上半身衔接的这个面给它推出来。首先一个食指放在这里，另外一个食指放在侧面，给它往前去推一推啊，推一推，另外一边放在侧面，然后食指往前推一推。好，推的差不多了，咱们用手把边缘的棱角给它捏一捏就可以了。啊，下一节课的案例我稍等一会儿给你看啊。这个棱角的话，要不时的去用工具进行一个调整。今天的话，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胯的话，我是控制在了一个2厘米。如果你们的脑袋比我的小的话，就尽量再做小一点。好，然后咱们这个裤子的部分就差不多做好了，然后把它罩住。罩住的话，在这里要给大家去强调一下它的整个身体和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比例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步骤图当中，它的这个上半身从脖子到我们的这个胯部，等于胯部到它的这个裤腿的这个距离，它们之间的比例呢，我们可以按照1比1的这个比例去进行一个测算。当然，如果你们想要做一个大长腿的话呢，可以把腿部的这个地方稍微再加长一点点，也是没有关系的啊。如果想要做大长腿的同学，可以把腿部尺寸稍微加长一点点。啊，这个是咱们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一个比例啊，就是1比1。那它整个从脖子到这个脚腕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裤腿这个地方，整体的尺寸呢，差不多等于一个脑袋的大小，啊，差不多等于一个脑袋的大小。多出来的这个鞋子就是它多余出来的那一部分啊。好，下面的话我们来开始制作。首先，先测量一下咱们这个脑袋的一个长度，它差不多是一个3.5厘米，对不对？如果我们后期给它加上头发之后呢，它能够达到一个3.8厘米左右的一个高度啊。我们可以四舍五入按照4厘米的尺寸来进行一个测量。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裤子啊，裤子像刚才所说的，头部的1/2就是咱们裤子的一个长度。想要制作大长腿的，可以在1/2多一点点，在2厘米，比如2厘米，我们可以再多一点点啊，不然的话这个腿就有点太短了。看啊，我是2.3厘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去标记的啊，
这块大家都这块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然后我们把多余的剪掉。剪掉之后呢，这里是有一个剪出来的棱角的，那这个棱角咱们不需要捏了，咱需要把这个给它作一作，给它边缘作一个就是那种穿的松紧裤的那种感觉，给它收一个口。黑色的取土量是随机的啊，就是随机取出一个。我的话呢是一个直径2厘米的，搓长条之后，我们做出来腿部的造型之后是需要根据具体的比例去修剪的。目前咱们的腿部的这个总长度的话呢是头长的1/2再多了几毫米啊，你们可以按照这个去进行一个制作。好，你看把这个都作到一起了，是不是？这里就没有那么锋利了，变得圆不溜秋了。接下来用我们的这个棒针或者是小丸棒的背部，在中间给它戳一个洞。这个洞的话呢，是为了等一下去把鞋子插到这里面，所以说这个洞可以稍微做的大一点点啊。我直接用这个丸棒去戳就可以了。在戳的时候注意裤子会变形，所以说要时刻的去调整你的这个裤子的这个造型啊。好，把这个洞稍微戳大一点。戳完之后呢，我们再用我们的棒针工具去按压它上面的一些纹理褶皱啊，就是我们稍等一下啊，在制作的时候棒针上面一定别有白乳胶啊，我这白乳胶太多了。从我们的这个地方开始，用尖尖的地方往上轻轻的一摁啊，轻轻的一摁，这就是一个褶皱。记住它的褶皱呢，我们要有长有短，你看。千万别太长了啊，就是轻轻的按一下就可以了，就跟咱们制作那个第2节课那个小老虎它的马尾的制作方法是一样的，要有长有短。最后做完之后还要把它的这个口再调整一下。好，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裤子就差不多制作完成了，然后放在这里等一等大家。我来看一看，帽子的话是不算的啊。那个帽子肯定不算了呀，咱们的头身比它是按照这个脑袋的一个尺寸去测量的，像这些帽子啊，什么装饰品都是不算的啊。你可以按照这个没加头发的脑袋的尺寸去算，也可以按照加了头发之后脑袋的尺寸去算，二者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可以了。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呢，咱们就继续往下去进行一个制作了。啊，就是它的一个鞋子。鞋子的话呢，咱们选择的是这个棕色的这个粘土啊，棕色的，大家也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好，这个量的话呢，大家就是稍微取少一点点啊。我的话呢，取一个莲子粒大小的这个棕色就可以了。直径的话是在1.7厘米左右啊，是一个莲子粒大小的。我把这个小黑球遮住啊，放在这儿，给它搓一个长条。那这个长条，这太大了，再揪掉。好，给它搓成一个长条。这个粗细程度的话呢，肯定要是细一点的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放进我们刚才按的那个小洞洞里面嘛，对不对？啊，所以说给它搓好。粗细程度的话呢，差不多是一个5毫米左右的啊，是一个5毫米左右到6毫米之间的一个尺寸。然后我们来开始制作它的这个小鞋子的部分。首先，我把镜头给大家拉大一点，方便大家看清楚。好。这个脚的话呢，我们的尺寸给它控制在一个1.2厘米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太大了啊，控制在1.2厘米左右就 OK 了。用我们的手覆盖住将近8毫米的这个位置，看到了没？左右两个手先掐住，然后食指的话差不多覆盖住这个
7、8毫米的这个位置给它往下去掰。掰完之后，我们把它的这个脚后跟就是这样前后搓一搓，脚后跟呢就制作出来了。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看这个鞋子跟整个身体的比例搭不搭，会不会太小？太小的话要自己去做一个修改啊。因为我的这个尺寸呢仅供参考啊，长度是1.2，对不对？啊，把脚后跟的直角这块给它做出来之后呢，就是把它的鞋底板的这个边边角角都给它捏出来。1.5头身的身体和蹄子怎么控制啊？1.5头身的话呢，那个咱们上节课的话，上节课不，咱们第1节课是1.5头身的。让我想一想，是吧？对的。好，做好之后的话呢，咱们给它前面这个地方稍微搓一搓。好，这样一个小鞋子就制作出来了，非常的工整。用同样的方法把另外的鞋子也给它制作出来。啊，先捏住左右两侧，给它往下拨。我先把它剪断啊，方便我们观察两个鞋子的这个大小。好，先把脚后跟捏出来，然后我们把另外一个鞋子放过来，去比对一下两个鞋子的一个长度一不一致啊，厚度一不一致啊，大小一不一致，都没问题的话，我们把边缘棱角掐一掐。像大家所说的那些，就是你们对于头身比例的话呢，像银诺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芹子老师上的那个动漫人物基础课，有一节课是详细的去讲到了怎么去控制1.5头身、2头身、3头身等比例的，可以仔细去看一下啊，那里会有详细的去讲解。当然，咱们第1节课的话，也是有教到1.5头身比例的一个控制方法的。啊，你看是不是就做好了啊？请忽略掉我那个地方的脏脏的，你看差不多是一致的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可以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个喜好啊，看你是想要做一个比较高的靴子还是低的靴子。好，我们来做一个就是1厘米左右的吧，然后在1.1厘米的这个位置切掉多余的。为什么要在1.1厘米这里切呢？因为还有一部分啊，还有一部分是要放在那个腿里面的啊。裤子里面的，所以说要多切一点点。好，把这个口呢稍微给它嘬一下啊，嘬一下呢才能够方便我们给它放进去。在放的时候注意鞋子的话呢，不要这样去放啊，稍微给它弯曲一点，弧度会更好看一些。啊，如果你的粘不住的话呢，加点白乳胶就 OK 了。啊，把这边也给它添加上去。好，加完之后把它站在我们的地上去检查一下两个鞋子的一个高低程度一不一致，会不会一边高一边低，看它能不能站得稳啊，去检查一下。然后咱们的这个裤子的部分呢，就算是制作完了。稍等一会儿，我们就要来制作它的上半身了啊。然后这块的话没有跟上的同学可以抓紧时间跟一跟。像刚才所说的，就是对于身体比例的了解，这个模块的课呢叫动漫人物基础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你们也不是没有，有的同学尽量去看一下，对于你们的这个制作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啊，下面的话呢，来制作这个绿色，当然你们也可以去换一个其他的颜色。啊，这个绿色的话呢，它的颜色有一点过于的鲜亮了，那咱们就需要进行一个适当的调色啊，因为咱们后期除了身体帽子的话也是一个绿色的，所以说要多调一点绿，大家可以多拿一点点。拿出来之后啊，它是一个直径是在3.5厘米左右的吧，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加红色，或者加黑色，或者加棕色，或者加深蓝色，这几个颜色都可以去加，它们调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试一试啊。下面的话，我想调一个蓝绿色一点的这个
我想调一个蓝绿色，所以说我加入了这个深蓝色啊，来调一调。我平时的话是更倾向于这个蓝绿色啊，你们喜欢其他颜色的话，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对，少量多次，少量多次。好，给它简单的揉一揉。其实我现在看到你们的弹幕，我可想给你们回答了，但是我要回答了，我这就得拖堂，我得时刻的去看。好，我们现在的话呢，先给它调出来，只要没有刚才那么绿就可以了，没有刚才那么绿就可以了。像刚才同学所说的下一节课的这个案例的话呢，我这里也是给大家就是拿出来可以看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小鹰。那这节课的话，它也是需要制作一个素体的，所以说还要做这个带笔尖的脸，还需要画脸，所以说大家尽量在前期这几个课程多练一练啊。不要嫌前面课程简单，主要就是为后面的课程做铺垫的。好，调好颜色之后的话呢，我们来拿出一点点，我们来拿出一个直径是2.5厘米左右的一个绿色粘土。裤子怎么做？有同学告诉咱们的青田同学裤子是怎么做的吗？可以给他说一下。好，我们先给它取一个直径是2.5厘米左右的吧，也给它搓成一个水滴的形状，用手搓一搓，或者是用板子搓一搓，我还是用板子搓一搓吧。好，搓好之后的话呢，咱们给它简单的进行一个按压，稍微给它按扁一点啊。就是尖尖的这个地方会扁一点点，从侧面看这块是扁的，下面呢是宽的。还有同学记住咱们这个身体是多长吗？身体的话呢，就是加上脖子，它是我们头长的一个1/2，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2厘米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在旁边测量一下，差不多在2厘米的这个地方啊，标记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2厘米地方的粘土，它的宽度跟咱们整个裤子的宽度一不一致。如果太宽的话，你们就要适当的去收窄一点，给它调整一下。好，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去制作。因为今天没有做头发，头发的话它制作起来会偏慢一点点。好。做好之后的话，大家可以发现它就是一个上窄下宽的梯形，然后我们来给它把脖子掐一掐，慢慢的去掐出一个脖子出来。今天的这个小人不要问我为什么脖子是绿的啊，因为他穿了一个高领毛衣啊，所以说脖子是绿的。今天快吗？今天还好啊。好，我们可以加一点凡士林。把脖子尽可能的搓细一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用我们的这个棒针工具，在它的侧面的这个地方，轻轻的给它按压一下。我们需要把那个直角尖给它按压出来。按压出来之后呢，再给它整体的一个肩膀的厚度稍微按薄一点，厚度的话差不多控制在一个就是4-5毫米左右的一个厚度就可以了。我说的是肩膀的厚度。然后肩宽的话，给它稍微再收一收，控制在1.5厘米以内的一个尺寸，1.5厘米以内的一个肩宽。后旁边的这块，等一下要衔接我们的这个胳膊的地方啊，要把棱角用我们的棒针给它轻轻的滚动。这块的话，咱们要慢慢的去进行一个调整啊。看，直角的这个肩膀就出来了，然后边缘的话呢，也是有一点棱角的，因为我们后续的话呢是要去
粘贴胳膊的。现在可以看它肩膀的尺寸差不多控制在了一个就是1.3厘米左右的一个样子。动漫人物基础课什么时候开新课？这个的话，目前我还没有收到这个消息，不过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蛙哥的回放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按照这个造型去进行一个粘贴就 OK 了。大家可以去给它放上去。我们从这个肩膀的这个地方肩膀的这个地方，脖子的话咱们先不算，咱们从肩膀的这个地方在这个接近于2厘米，但也不能是2厘米，我们要稍微再往上一点点，差不多从这个地方有一个1.8左右的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在一个1.8左右的地方去标记一下这个位置。简单的标记一下，因为我们这上半身还没做完呢。因为上半身不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这样板板正正的身体，它也是要有一定的动态的。所以说我们的手，我给大家去标记一下，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尺寸。我们的手呢，需要在这条线稍微往上一点点的这个位置，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覆盖住，然后把身体往后掰一掰。往后稍微掰一掰，这样的话它的一个腰部的这个曲线就有了好，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的一个脖子的话，我们给它往前去推一推，就是看目前的话就是像这样，胸部往后推，脖子往前推，这个胸部往后推，脖子往前推，然后咱们这身体的一个简单的曲线它基本上就表现出来了，然后咱们就可以将它这多余的部分给它进行一个修剪。修剪之后在粘贴的时候，可能有的同学是这样去粘的，就肚子就会特别的轻，就感觉挺着大肚子一样这个的话呢，咱们要稍微让它的这个腹部往内收一点。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棱角捏出来，我告诉你们怎么去让它的腹部收起来先把这个我们在粘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面这个面它不再是平平的了，我们需要适当的就是给它弯曲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弧度。等一下粘好，往后推，往前倾。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我们现在呢可以先给它粘贴上去，然后我们再对于它整体的一个造型做一个调整。你们是忘了那个动漫有回放了吗？很多同学其实都是不看的，我目前为止我都怀疑有的人是不是连 Q 版的课都不看，直接照着笔记和步骤图做的。好，我们先把这两者进行一个粘贴去测量一下尺寸会不会太长了可以，稍微再剪短一点。尤其是到咱们后期的这个课程，它会一点点增加难度，所以说上课你想要做出很精致的作品的话，尽量就是咱们上课去看老师所讲的一些知识点去记一下，你最好用脑袋瓜子记一下你不记的话，你怎么说呢？课后之后你就忘得差不多了。好，现在的比例就可以了，大家千万不要把身体做得太长了一定要时刻的去比对修改，然后让它俩稍微衔接的自然一点点。好，最后的话，我们在这个腰部的地方还是需要同样的去调整的，把胸部往后推，脖子往前推。从侧面看是一个胖乎乎的，绝对是吃饱了的这个小精灵。腹部的话呢，可以给它就是往下抹一抹，不要让它太鼓了，就是往下稍微抹一抹。
啊，腹部一定要给它往下抹。啊，这样的话呢，咱们整个身体部分的话，一多半就已经给它制作完成了啊。今天的话，一多半就制作完成了。下面的话呢，我们主要进行的是一个细节上面的刻画，要去给它加上它的一些腰带呀，还有就是衣摆呀，以及胳膊手之类的啊，要去加一些细节了。啊，我们给它放置在旁边，然后开始去制作它的这个衣摆。衣摆做完之后，我们再后续去制作它上面的这个棕色腰带就可以了。下面的话，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啊，下面可以说一下问题。今天人不多，今天人还好啊，我觉得还蛮多的。至少在第4节课还能保持这么多人，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一般在就是除了第1节课之后，人就慢慢就少了。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刚才所说的问题我可能没有看到啊，你们可以再说一遍。我现在的话盯着弹幕啊，你们可以说一下问题，然后我手的话也是要一边操作的。下面做完之后的同学先跟着我一起擀一个粘土片啊，就是比较薄的粘土片，有一个1.5毫米的厚度就 OK 了。好，先来擀一下。耳朵帅呆了，有问题吗？大家，哎呀，看我就说不能看着弹幕，我这一看着弹幕这操作就得失误。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咱们的课后的这个笔记，笔记的话有详细的讲到咱们在制作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重点。因为如果你要实在懒得听课，去抠重点的话，你就去看笔记，笔记上面有详细的去记载。感觉身体长了一点的话，咱们可以去给它进行一个不断的修剪和调整啊，这个是后续可以调整的。下面的话呢，咱们来制作它衣摆的这个部分。先给它把一端切齐，然后呢，我们修剪出一个就是接近于8毫米，1厘米的话它太长了，我们只需要去给它剪一个8毫米的。尤其是针对于上半身像我一样啊，这个稍微有点长的同学，可以把衣摆的地方稍微做小一点，这个就可以了。好，做好之后的话呢，咱们来开始进行一个衣摆的粘贴。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像这样斜着先去给它修剪一刀。修剪一刀之后，我们给它粘在这个地方，要把它的这个裆部的位置去给它进行一个遮挡啊，我们给它粘贴，包裹住。好，粘到了这个尽头的部分。我们再用剪刀像这样啊，倾斜着一刀给它剪掉，然后咱们这个衣摆的部分呢，就已经给它粘贴完了。天哪，我是不是用错颜色了？哦，我调的颜色应该在前面，我用的是左边的绿色啊。没关系，大家懂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的话呢，咱们来制作一下它中间的这个浅棕色的这个衣服的拉链的部分。那这个颜色的话，我们就要与其他的这个绿色的衣服做一个区分了。颜色咱们需要在绿色的基础上去加一些黄色，让它变成一个很淡的黄绿色。能不能做一个缩小比例的呀？那当然可以的呀，你课后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把脑袋做小一点，它的身体的比例就自然而然就做小了啊。你课后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上课的话做大一点，方便大家去观看。你这是等着我翻车福利是吗？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就调出了一个特别亮的这个黄绿色，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制作。Hello， 菲菲晴甜，晚上好。没事，你可以先看，现在跟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你先看啊。咱们来随机取出一个绿色的粘土，这块的话我没有要求，然后把它按扁，这个的话一定要扁一点点啊，千万别太厚了啊。哇哇的话呢，就是他那边已经到了课程后期了。一般咱们到课程后期的话，就是人数就会一点一点的去减少，因为人很难去坚持到最后
啊，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多老师的福利他都没有办法领到，因为坚持不到最后。还有就是因为大家有时候会在中途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他会出差呀，或者是有事情啊，就没有办法来了，所以说一般到后期人就会越来越少。啊，下面咱们把它擀成一个1厘米厚，就是1毫米厚的粘土片之后，我们给它切割出一个3毫米或2毫米宽的一个粘土长条，然后将一端给它修剪齐了。我们从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开始去进行一个粘贴，身体中间的这个部分给它粘到上面。然后我们在肩膀的这个地方剪掉多余的啊，在肩膀的这个地方剪掉多余的，下面我们就可以来开始制作它的整个腰带的这个部分了。这个老师绿色衣服为主的颜色，这个怎么配好看？你可以以绿色为，你可以就是绿色和红色配啊，比如说你用的这个颜色是比较淡一点的绿，那你的红色呢就相对来说要深一点，变成深红色，配出来也是很高级很好看的，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红绿配色啊，但是要注意比例，就像我们这个作品一样，就是它呢是以绿色为主，红色为辅，这样的配色才是好看的，千万不要红和绿的比例出现在作品上的比例是一模一样的啊，一定要注意亮的这个。下面的话呢，咱们来开始去制作，我都不自觉的拿出了红色，来开始制作它的这个腰带。腰带的话也是需要一个粘土片的。像刚才有同学呢想要了解更多的配色的知识的话呢，这个在咱们的装饰画课程里面的，就是录播课里第2节有详细的讲到，你可以去看一下，它会通过案例去教你一些简单的配色小技巧的。憋得好辛苦，什么憋得好辛苦呀？你在说什么呀？啊？好，我们来给它擀一个粘土片啊，记住也是要稍微薄一点点的。对对对，红色就是少量，然后深一点点，就不会显得那么的丑，那么突兀了。如果你的这个绿色是深绿色的话，你就可以加入少量的这个红色啊，不用深，红色就可以。给它擀薄片啊，我现在在擀薄片，因为刚才那个没擀好。这个薄片的话是要做腰带的，把整个腰都给它围起来，所以说一定要尽可能长一点点啊。做好之后呢，咱们来开始进行一个切割。这个腰带的话也是不能太宽了啊，不能太宽，我们给它把握在一个就是5毫米左右的一个宽度就可以了。好，做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先将它的一端给它修剪齐了。边看回放做之前的，边听，耳朵眼睛都好忙。你这是666啊，我这一般没有办法，就是一心三用。就是我要是听这个的话，我没办法把那个做好。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就在这个接缝的地方，我们把这个棕色放在2个交界的这个地方啊，100和上衣交界的这个地方，或者是偏上一点点，稍微偏上一点吧。好，然后把它包围起来，慢慢的去包啊。包好之后呢，我们给它把这块叠加。在修剪的时候呢，咱们腰带的话呢是要长出来一点点的，看到了没？它们叠加之后是会长出来一点的，这个可以让它翘起来，把其他的让它与身体之间稍微粘紧一些。下面的话呢，来粘贴它腰带上面的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啊，就是一个小环环，咱们一般裤腰带上面都有。这个的话呢，就是来修剪一个1毫米宽的粘土长条就可以了，反正就是细一点，准没错。你对我是，我对你视而不见，有吗？有吗？有吗？这不忙着上课吗？好，我们就是找一个你比较觉得合适的这个位置啊，给它进行一个粘贴。先给它从上面粘好，然后咱们再借助工具，你看啊，咱们再借助工具把它的这个侧面往下一包，你看这就很好很细致的给它包裹住了，然后再用剪刀
给它稍微再多剪一点点，然后把多余的再给它往下一包。你看这个的话，它就会变得特别细致。咱们做这个作品的话，就一定要以精细为主了。我看很多同学之前几节课的作品呢，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很慌张、很慌忙的样子啊。咱们这个回放能多看几遍就多看几遍嘛，对不对啊？反正现在前面的这些案例都可简单了。你们第一个可以按照老师上课的案例来做，第二个、第三个就可以自己进行一个创新了。好，然后咱们的腰带就差不多做好了，可以让腰带的边缘给它翘起来。腰带上方呢，你们也可以去添加一些小装饰啊，可以去网上搜一些图片去加一些装饰。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制作一下它的整个胳膊的这个部分啊，左右两侧的胳膊。那在之前的话已经给大家说过了，不管是几头身，它大体的一个头身的比例呢，就是看啊。就是我们手腕的这个地方，一般都是与裆部的这个地方差不多齐平的，看到了没？是差不多齐平的。所以说大家尽量不要把胳膊做太长或太短，就是咱们手腕的这个关节的部分，一般都是与咱们的这个裆部齐平的。除此之外，你再加上一个手。那这个手的这个指尖的这个位置呢，是在我们整个大腿1/2的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个从裆部到膝盖1/2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手指尖的一个位置，好吧？那这就是咱们胳膊长度的一个就是把控了。那在制作的时候稍微短一点点没关系，但不要太长啊！记住，短一点没关系，不要太长。好，下面我们先来拿棕色的土去制作一下它的整个就是胳膊啊，整个手指套放在旁边。我来看看，哎，我刚说庆祝一下你。你这要福利，我还要啥福利啊？你去给我骂一骂蛙哥，蛙哥又给我增加工作量了，啊，说错了，没有。好，下面的话呢，咱们来制作这个胳膊的部分。那胳膊的这个取土量的话呢，咱们要稍微小一点，搓一个小长条。今天的话先不去制作5个小指头，因为太难了，咱们先从这个小手套去制作，然后下一节课再带着你们去制作就是那个带手指的，我们一点一点来。然后第5节课结束之后，咱们有3节知识点补充的课程。那这个知识点补充的话呢，它主要有1节课就是讲身体的，会详细的给你们讲胳膊手的制作。好，粗细程度的话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作品来定啊。像我今天这个比例的话呢，我的胳膊给它控制在一个5毫米就可以了，不能再粗，再粗的话就会显得这个人特别壮。然后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是开始把镜头拉大，开始制作它的这个小手掌。首先的话呢，是需要把这个放在大拇指上方，我来把镜头对焦一下啊。稍等我一下，好，我们需要就是把手掌放下来，给它把这个地方用食指按扁。那这个手掌的话呢，如果你的小人做的特别大的话，咱们也可以稍微做大一点点。比如说咱们这个就是从裆部到膝盖的地方是一个1厘米，那咱们的这个手掌的话就给它控制在一个我想想啊，控制在一个5毫米左右啊就 OK 了。你也可以6毫米稍微大一点都没关系。然后今天的话，咱们按扁之后的这个小手掌的话呢，它的这个尺寸呢是在一个就是7毫米左右的一个手掌的部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手掌的下方一点点，左右去搓一搓，我们需要去把咱们的这个细手腕给它搓出来，看到了没？啊，就是从侧面看是这个样子的。正面看的话，它这块的手腕会偏细一点，
然后大家用手慢慢的去搓，去过渡。胳膊和腿的一般胳膊和腿宽度比例怎么掌握？这个的话，一般我在制作这种裤子的时候，我都会给它掌控在1厘米左右，就是头大了，我们就把这个裤子做的成1厘米以上，那这个头小了，就把它控制在1厘米以下就可以了。胳膊的话，像我一般都是给它控制在5毫米左右的啊。好，做好之后，我们来开始修剪小手掌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在这个就是看好了，这个手掌1/2稍微靠上一点的这个位置，我们斜着给它修剪出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然后我们再竖着给它修剪一刀，快速的拔出来，把这个尖尖的地方给它捏一捏。好。捏完之后的话，我们需要用工具，像刚才拔粘土的时候会拉丝，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它的这个拉丝的部分去给它用棒针去按压掉。那如果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手掌啊，如果你们想要做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拿着东西的造型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制作。制作之前的话，像刚才修剪的痕迹，你们是需要给它去用手慢慢的给它抹平的。好，拿出我们的棒针工具来教大家。首先把棒针放在掌心的这个部分掌心的这个部分我这怎么拿都不太舒服这样拿吧。放在掌心的部分，然后呢，大拇指给它往前推，往前推，看到了没？这样的话，咱们的手就可以拿东西了，给它往前推。好，推完之后。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手掌，看到了吧？然后用我们的棒针把中间，你看我们手张开的时候，这块是有一个像那个鸭掌的这个连接的这个部分有点像那个鸭掌中间的那个蹼。好，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棒针稍微给它赶压调整一下，就 OK 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手掌如果你们想要做更难的话，我们第8节课见好，这就是一个手掌的制作。我们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把另外一个手掌也要去给它制作出来。那我先去将这个部分给它修剪出来这个胳膊的话，至少修剪完之后，它的尺寸至少要在一个1、2、3、3厘米左右千万别太短了。只要头身比例正确，胖身你当然可以随意了。你想做一个小胖子的话，也是 OK 的呀。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制作另外一个手掌，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小熊饼干，我觉得也不错就是有什么不懂的会及时问同学也可以像他一样，有不懂的就问。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食指需要再往下按，压出我们手掌的一个大小。咋，你想叫水晶球过来一起骂我是吗？组团怼我骂我，你不用骂，课前他们已经骂完了。好，就是把这个地方按扁之后，你可以先对比一下咱们这个手掌的一个大小，就是一不一致先去对比一下如果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再来把它的手腕搓出来。你是不知道课前他们是怎么喷我的小精灵的，喷我的小精灵丑，喷我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巴拉巴拉的，我都选择视而不见，不然我得气死。好，然后你看，就是手腕的细，它到胳膊上面的粗，咱们手腕这块都会偏细一点嘛，然后到上面会胳膊越来越粗嘛，那它们之间的一个过渡的话，就是要自然一些，用你的手这样去慢慢的给它搓搓自然一点就 OK 了。刚才的话呢，我们做出来的是这边的这个手掌这边的这个手掌，我们下面来做这边的做这边的，大拇指的话呢，它是朝我们的外面的。你们在修剪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掌先斜着去修剪一刀，不知道怎么剪的，大家可以看回放的过程中，把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暂停，然后慢慢去看细节它是靠抠的，不是靠你自己去摸索的。
就是你要去看着视频去抠细节。好，把尖尖都给它调整完，然后你想要做出那种手掌的话呢，就把这个棒针放在手掌上，大拇指往前推就 OK 了。哎呀，你们对我的2太过于沉重，我有点接受不了。你们能不能对我温柔一点，像对蛙哥和月亮一样温柔？我需要你们深深的那个。我需要你们的温暖，而不是需要你们的骂啊！好，然后就是用我们的棒针啊，在这个地方去调整一下我们手连接的这个点啊，尖尖不要那么尖，用手戳一戳就可以了，手掌捏一捏。哎，怼的我都害怕了都。好，这样的话，咱们另外一个小手掌也已经制作出来了。看小雨年年还来安慰我，真好。这个时候要是水晶球在，早都上来骂我了。还有翟阿姨，千寻迷一般都是给我救场的。好，下面2个小手掌就已经制作完成了。然后呢，我们来开始去制作这个胳膊的部分吧。啊，把这个先往旁边，就是给它放一放啊，给它往旁边放一放，拿出我们这个比较深一点的肤色啊，今天要做一个小黑球啊。啊妈呀，我看到那个臭宝吓死我了，我以为某人来了，你把我吓得一激灵。好，接下来的话呢，先给它搓成这个长条，粗细程度的话也尽量给它控制在一个5毫米啊，控制在一个5毫米。然后我们按照我们想要的这个尺寸，从这个肩膀的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画到这个，看这是它的裆部，对不对？这是它的一个裆部的这个位置，我们稍微往下5毫米，就是4、5毫米的这个位置，给它就是刻画一下啊，或者是与裆部齐平都 OK 啊。你要是害怕把胳膊做长了，那我们就从它的这个裆部开始去把多余的修剪掉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比例把握的一向都是比较好的话，你可以稍微再往下移一点尺寸。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胳膊的一个长度啊。我刚才搓短了，我再来搓一根。哼，想吃啥给我做，是当着我的面吃是吗？啊，当着我的面吃。做好了说，哎，看我今天做了你爱吃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自己吃的吧唧吧唧香。好，下面的话同等的尺寸啊，这个记住左右两边的胳膊的这个长短就是要一致。对啊，像这个谁刚才说的，心中有数说的就非常棒啊，去换你们自己喜欢的案例嘛。你看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不也按照自己的喜好会给案例的颜色呀，或者是动态呀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吗？你们喜欢也可以去改。好，下面这个就是咱们目前整个胳膊的一个长度，然后咱们给它的这个手掌，哎，也给它放过来，哎，稍微长一点点啊，没关系。我们在它中间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手掌可以比它稍微再长一点点啊，稍微再长一点点就可以了，一点点的位置。我们在中间给它俩一分为2，吧唧修剪一刀，然后这个也是，我应该给它们都放在一起的，但是我忘了。好，刻画完之后，咱们就把每个多余的给它都剪掉。好，这一部分是咱们要的啊，因为这没画呀。好，那这就是咱们要的。最后把它俩加起来之后呢，你可以去看一下整个胳膊的尺寸，就差不多了，是不是？指尖的话呢是在裆部往下一点的位置，那这个比例是不是看起来就舒服一点点了？是不是？好，然后手套的一个长短的话呢，你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定啊。手套的一个长短，你想要给它做多长、做多短都可以。好，给它俩稍微搓一搓。让它俩贴合的紧密一点点。另外一个也是啊，
我们可以在粘贴之前先把棱角给它捏出来。当然了呀，今天这个案例我觉得跟那个卡卡西还挺像的，你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下。你们可以去网上搜一些比较简单的小手办，就是盲盒款的小手办，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做一做。我们做完之后，在这个接缝的地方去旋转，去把它们的这个接缝都给它抹平，让它们粘牢一些些。粘完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始去制作了。这个的话呢，记住大拇指是朝我们的这个前面的，它不是朝后的，它是朝前的。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它稍微捏扁一点就是这样给它捏扁了，粘贴在我们的身体的左右两侧。这个手部的一个朝向，你看是想要往内还是往外都是 OK 的这个看你们自己。我把手弯一个弧度吧，弯一个弧度，做一个握拳的姿势，就 OK 了。这是咱们的这个胳膊。另外一个胳膊的话呢，咱们就是它是这个样子的嘛，它是手伸起来的。伸起来的话呢，先给它伸好之后，我们给它这样去捏一捏这个捏的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对不对。做好之后的话呢，咱们在中间你看捏完之后，我们在中间这里按一条线，然后给它们掰一掰。你看，这就一定要让它们中间粘紧了。做好之后，把它们这个肘关节的这个部分给它搓的稍微细一点。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再给它贴在它的胳膊上。我今天做的这个胳膊就有点像彪形大汉的那种感觉，这有点像给钱，打完工了跟老板要钱，给钱发工资，有没有？伸手要钱，那这个手里面可以攥着钱，也可以攥着一些就是干活的之类的一些工具都可以。做完之后的话，可以就是把胳膊的话稍微往内收一收，可以让它与身体粘得更紧密一点，然后整体的比例它看起来也会更舒服一点。记得一定要稍微往内捏一捏，轻轻的捏，不要捏得太狠了。这就是咱们身体部分的一个制作。好，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来制作一下它脖子上的这个小围。就是小衣领的这个部分衣领的话呢，也是需要一个粘土片的。谁要打人了呀？吃给你看大家能听懂就好，就是尽可能的讲细一点，因为我发现讲的再细，大家都还是会有问题。所以说，你说要是再给你们讲糙一点，那还得了？那真的就不得了了。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先来擀出一个粘土片，然后先将一端给它切掉切掉之后呢，我们来弯曲一个弧度，把这个刀片弯曲一个弧度，给它切出我们的这个领子，先随机的切一切。如果有切圆工具的同学，可以借助切圆工具；没有的话，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刀片弯曲一个弧度就 OK 了。这个最窄的地方，这个领子的大小你们可以自己去决定。像我的话呢，这个领子差不多，它最宽的这个地方是一个6、7毫米左右的一个样子，然后我把多余的给它剪掉。领子的话肯定是先做多一点，就是先做长一点，宁长勿短嘛，对不对？好，在粘土比较干的情况下，我们先给它放在脖子的后面，就是正中央的地方先放在脖子的后面，然后其余的因为粘土现在没有彻底干透，给它绕过来，绕到前方把前面这个绿色的衣领的这个部分先给它遮挡住，然后斜着剪一刀，是不是就 OK 了？然后把另外一边也给它绕过来慢一点，这个时候一定要慢一点，稍微快一点的话，可能就会做的特别粗糙或者是变形之类的。好，这样它的一个小衣领就给它制作完成了。
好，你看，稍微让它翘起来一点会更生动一些，千万不要让它粘得过于死板。好，今天的话，咱们这个雄壮的打工人啊，就身体部分就已经制作完成了啊，然后大家的话，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我们可以来帮大家解答一下问题。快！胳膊是不是粗了？怎么确定粗细的这个比例？胳膊的粗细的话，要看你自己想要做一个很壮的人，还是一个很瘦的人。反正我一般在制作的时候，像这种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话呢，我的胳膊粗细一般都是控制在一个5毫米的。如果遇到这种特别小的，你看整个脑袋这么小的这个人，我的胳膊一般都是在3、4毫米，反正就是在5毫米左右的一个粗细。像这个，你如果想要了解更详细的话呢，咱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蛙哥的那个动漫人物基础课啊，它里面应该会有详细的讲到，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一定要去看一下啊。好，结束了，怎么可能？下面的话呢，我们要来制作它的这个头发啊，怎么愉悦又回来了？腿的话不是拼起来的，是长条给它弯过来的啊。左边的这个步骤图上面就有写，就有拍到。好，下面的话呢，像很多同学之前问，就是怎么去把头和身体衔接，这块正好可以来告诉大家，你们可以等我们的脸干透了之后，然后把头发也粘贴完之后啊，整体都干透了，可以用咱们的切割刀啊，我来给你们拿一下我的切割刀。用切割刀在下面抠一个洞啊，抠一个洞就可以了。现在的话，我来教一下，就是反正差不多就是在正中央的地方给它这样，然后把多余的弄掉，然后再用棒针调整。看这里就是可以放我们的这个脖子的这个部分了，看到了没？就可以放脖子了。看着威武雄壮，这一看就是那种很彪悍的那种打工小人嘛，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啊。你们也可以等整个头部做完之后再去抠那个洞，这个是没关系的。像我们，哎呀，这个都拔不下来了。你看像这个的话呢，它的脑袋这个地方就是给它敲了一个洞，然后到时候去把这个插进去，然后就能够与脖子连接了啊。好，下面的话我们就来开始制作它的整个就是头发的一个部分。那头发的话，咱们今天用的是黑色，你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颜色。小陆老师希望我不来上课吗？怎么可能？我刚才看到你说很生气，我走了，我以为你很生气，我说咋的了，又惹到你了，所以我说你又来了。好，下面的话呢，咱们开始去制作它整个刘海的部分。先来制作中间的这个啊，我们先来取一丢丢的这个黑色粘土。今天这个难点就是也不算难点吧，复杂的在后面。下面的话，我们先来取出一丢丢的，就是有一个1.5厘米左右的一个小黑球，然后把它搓成一个梭子形。这里的话，我要强调一下，很多同学搓完梭子形，反正就是做完头发之后啊，它的这个尖尖特别长，还特别细。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的这个尖尖呢，需要给它变成这种的，就是短一点、宽一点、胖一点的尖尖啊，这种细长的是不可取的啊。头发一定要好好听，听不下去，淡定一下，又来了是吗？你一定要淡定，可以先别跟着做啊，先来看一看老师是怎么做的，一定要淡定，沉住气，千万别着急。好，下面的话呢，老规矩，先给它就是按压啊，厚度的话呢，尽量给它把握在一个就是2毫米到3毫米之间。我是刚才是为了给大家演示早了，应该按压完之后再演示。好，然后这个发片的话就是两边薄中间厚啊，咱们直接就按压出来了。这个的话整体做的都不错啊，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尖尖，咱们今天要这个尖尖了啊，用手就给它搓出来了，看到了没？放在一端，另外一手就搓一搓。
把尖端搓尖一点。好，我们给它弯曲起来。啊，你看在弯的时候啊，给你们去看一下，在弯的时候它弯住了，然后我后面的部分给它往下窝了一下。给你去看一下下方这块，下方这块就发生了一点点的小变化，就窝了一点点，没有那么笔直了，会窝一点点的。然后这个是卷曲的一个刘海，下面的话呢，我们来开始去制作啊。先去把这个刘海放在我们正中间的这个部分啊，也是刘海可以稍微长一点点。放好之后啊，开始去修剪一下它的一个这个长度。在这里说一下，一般修剪完之后，你的这个地方的头发都特别的厚，所以说你剪完了，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地方的粘土重新按压捏薄的。我这都没有办法给你们看同学的那些案例，我下课可以带着你们，答疑时间可以带着你们去看一下啊，这问题很严重的这。最后整个粘土片最后的地方应该是在中间，而不是在上面，中间。好，我们可以给它先贴上去。好，沾点白乳胶。想做上面绿下面黄的，你可以试一试。好，粘的时候呢，就可以像这样啊。你看中间的话，稍微就是给它留一点空隙，因为我们方便等一下它们几个叠加，所以说下面不能粘死了，要轻轻的去给它粘住。好，我们下面来制作一下，就是左右两侧的啊，同样。哦，对，最后的地方就是那个最宽的地方，小熊饼干 nice 给我总结的很到位啊。最后的就是最宽的那个地方，太棒了啊！下面还是先去搓一个梭子形，然后按扁。下一节课的头发刘海会有一个难度的提升啊，咱们所以说这是最后一节课练刘海了，大家要赶紧抓紧时间了。好，接下来先去测量一下这个刘海的宽度合不合适啊？我觉得差不多。然后把尖尖的这个地方看清楚了啊，把尖尖的这个地方用手稍微捏尖一点、长一点，就是用手慢慢拨，这个咱们是要学会的。然后给它往一端弯曲，啊，这个地方很容易产生褶皱，所以说一定要趁粘土湿润的情况下赶紧去弯。啊，在弯的时候，这个小尖尖它是搭在这个粘土的上面的，看到了没？从侧面给你看一下，它是搭在上方的。你看侧面，它是搭在这个上面的。好，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粘贴。啊，粘的时候呢，注意中间的这个头发啊。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看到了没？有一部分是叠加的，稍微叠加一点点就可以了。还有，这还有人出错，我们一定要从发旋的这个地方将多余的给它修剪掉，以来保证我们等一下左右两侧的鬓发它有位置，好吧？眉毛不就盖住了吗？盖住就盖住呗，对不对？但做还是得做的，该少的咱不能少。好，边缘也要去调整一下细节。像你做素体嘛，你这裙子做完，那该挡的不也挡了吗？但做你还是得做啊。或者是你把咱们这刘海做短一点，短一点不就挡不住了吗？
叠加的是不是那个凸线的这个地方就容易平了 ？Yes， 是的。这个叠加的话，就是你不叠加的话，中间就有个坑；叠加了之后，中间就没有那个坑了。好，然后加完之后，你看这块就平了，对不对？再用手给它抹一抹，这块就工整了。哎呀妈呀，这太长了，这把眼睛都挡了。我这刚才看了个弹幕，直接把自己的脑门给做长了，把自己的眼睛都挡了。你看，我稍微把左右两侧的给它做短一点，那不就流出来了吗？好。好，然后这片刘海就做好了，注意把缝这个地方稍微抹一抹。然后接下来我来做一下这个左右两侧的这个鬓发的部分，给大家强调一下，为什么你们做鬓发的时候这块总是容易有一个特别长的缝啊？来总结一下。首先，咱们是需要一个比较宽、比较长一点的这个粘土条，一定要宽，然后按完之后去把这个尖尖先给它修剪出来，先不要修剪宽窄，先把尖尖修剪出来，然后去放在这里。你看，你如果这个地方做窄了的话，你粘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做宽了之后，咱们是可以叠加的，叠加上之后，这个缝是不是就小了？缝小了之后，你看，缝小了之后，你看叠加住的这个地方，你可以随意的去给它摆动它的这个造型，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压痕刀去将多余的给它修剪掉了，这不就可以了吗？所以说，之所以你们刚才那个缝特别大的原因，就是粘土太细了。你看，这不就修剪出我们要的合适的了吗？调整，粘贴，从发旋的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给它这块弯曲一点弧度，你看这块的发缝小了，脑袋后面这块缝也小了，是不是？好，粘完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做完头发之后，他的脑袋这块特别宽，那你就需要把鬓发的这个地方往内去按压，去给它整体往里收一收。就是把这个地方都要按一按，就是往内按一按，不要让它太宽、太胖、膨胀了。好，那这个道理大家懂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去往下制作其他部分的这个刘海，好吧？好，明白了就 OK 了。然后我们来制作一下这个部分的这个小刘海。今天的话没有让你们去做素体哦，就很简单，所以说咱们这节课在比例上面先就不要出现太大的一个问题了。上一节课那叫啥来着？就是那个小女孩，大家的问题还是蛮多的，素体还真的挺难的。好，下面的话呢，先把我们要的宽度调好之后，你看，把手指放在这个内侧，弯弯往下弯，这脸一定要沉得去，不能急。对对对。你就包括不光是你们，就我一着急，我做的也特别糙。好，给它，你看弯曲的这个小尖尖是要放在上面的啊。当然，你要是觉得哪么好看，你就可以哪么来啊，这个不做强求。然后给它放上去。啊，这个可以不用叠加，如果你们想叠加的话，就是可以把这个拨起来啊，叠加。但我觉得不用叠加。你看这个的话，按照常理贴上去之后，它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们得摁住这个地方，把那个往外拨，这样就 OK 了呀。粘土没干，你想怎么调就怎么调。你看这块，我们把多余的给它切掉，就 OK 了。
对，就是首先大家在那个比例上面的话，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哎，没关系，到后面会教你们单独有一节课教做素体的，这个别怕。啊，把这个地方也给它粘贴住了，有点像沸羊羊的感觉。嗨，我在这呢，让我说话，我说了一句，好，给它下面左右两侧的鬓发就要稍微宽一点了。每次，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比例问题怎么去把控啊，就是大家呢，就是刚开始把握不住，你可以把老师的案例图拿出来，然后，咱们就是你可以用粘土在制作之前，先大概粗糙的做一遍，就是粗糙的做一遍，打一个稿，打完稿之后，然后你看一看比例对不对，合不合适，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比例，就是比如说你先随机的拿一块你废了的，就是垃圾土，先打一个草稿，打完草稿之后觉得比例合适了，放在旁边我们以供参考啊。这个是对于咱们新手同学可以比较容易的。像我有时候做的时候，我也会打一些草稿，这样是为了避免咱们不停的返工，然后你就可以对着老师的那个作品去打草稿。其实像老师点评作业也是对着自己的图片去抠细节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去把这个地方给它粘贴住啊！你看这个地方按完之后，它粘上去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按住这个交界的地方，给它往后稍微拨一拨就 OK 了。对，大家以后可以做东西之前可以打一个草稿。你像海苔老师啊、桃子老师他们可能不会打草稿，但是像咱们的就是基础相对来说偏弱一点的，咱们可以多打草稿。像我以前经常会比较打，因为我返工比较严重。有的人天生那种手感呀什么特别好，人家不用返工。像咱们的话，咱们就可以还是要多的打草稿的，不然你很容易做的特别好、特别精致的一个东西，然后到头来发现，哎，咋做大了或做小了，那重做其实就挺麻烦的。啊，给它粘完之后，稍微摆一个弧度，然后这个接缝的地方，然后做完之后。两个头这块是要按一按的，感觉我的土听话，因为我的土偏干。你看一看上节课我的土听不听话？我上节课做那个头发的那个土，那是啥土来着？那个是什么土来着？小哥，哎，那个是韩国土，软的哟，我都快头都要炸了。那这个土它就是好像是精灵土，它就很干，我还蛮喜欢用干一点的，好操作。好，这样的话，咱们整个刘海的这个造型就做好了啊。这个小弯弯，给它往后面弯吧。啊，刘海做好之后，下面的话咱们就做完头了。然后从侧面看一下，就是我这里再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很多人做完这个脑袋，我给你们说一下做成什么样子了。它的侧面的话，加完头发之后，它本身的话，比如说就是稍微多出一点点嘛，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头发，对不对啊？就是头发的这个部分，然后这块的话就是它眼睛的这个部分，然后这是它的这个嘴巴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但有很多同学这是它的这个刘海的部分嘛，但很多同学在制作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刘海。就是它的这个是脑门这个地方特别高啊，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的这个最高点是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这块一定要强调，刘海的最高点它是定在了这里，最后它在加后脑勺的时候，整个后脑勺的一个造型是这样子去加的。最后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梯形，就是一个水滴形吧，上前面宽后面窄，这个其实就不对了。咱们在做完这个加完后脑勺之后，它的整个线条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圆球的这个形状，看到了没啊？是一个圆球的这个形状，而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很多同学已经不只是一个了，是很多个同学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掌握一下它的这个后脑勺和刘海的这个粘贴方式。这块是一个半球形，所以说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凸出来一块脑袋，
啊，或者是把这个脑袋给它凸上去啊，尽量不要，好像小新的头。啊，这块大家懂了吗？这个的话，我希望这节课大家不要出现同样的问题喽。好，接下来的话，制作它的整个后脑勺的这个部分。今天的这个后脑勺呢，我们是在上面去叠加了一片这样的粘土片的，所以说咱们今天后脑勺的尺寸一定要薄，一定要薄啊！你要是做厚了，再额外叠加上这个粘土片之后，你的后脑袋就是一个大大的、特别笨重的一个椭圆形。现在我们先随机取量。你就是这个问题是吗？你之前你做完这个作业，你能感觉出来吗？就是害怕很多同学自己做完之后，他是感觉不出来这个问题的。好，接下来的话，对，后脑勺是重点。我们先随机取一块图啊，先把它就是摁成一个半球形，先去比对一下。那今天这个半球形呢，之前咱们的半球形就是贴完之后脑袋是一个圆形，对不对？但是今天不行啊，今天的话就得扁一点了。做啥不行，挑毛病第一名，这可还行。好，你看做完之后，今天的这个脑袋它会瘪一点。你看做完之后，你看给你们看它的脑袋这个地方，明显就是一个半球形嘛，是不是很圆润的半球形啊？然后这个脑袋的厚度的话呢，就是1.3毫米、1.3厘米左右的一个厚度。好，按照这个，我觉得刚才这个我的这个取土量还可以。好，大家先取出一个图，然后我的话呢是一个直径是3厘米的啊，你们也可以先去取一下。后脑勺记住一定要先扁一点。我做的这个怎么那么像沸羊羊啊？好，按扁啊，厚度的话就先给它把握在一个1.5厘米以下啊，1.5厘米以下。然后我们再用手掌把它的边缘啊按压，做出那种半球形的那种感觉，棱角捏出来。再看一看啊，你看差不多了，是不是？整个脑袋没有那么圆了，还有点瘪瘪的感觉。好，做好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始粘贴了。下面对齐，上面这块的话，可以不用跟脑袋上方对齐，给你们看一下侧面，它是比这个稍微低一点点的。也就是说，给你们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是它的脑袋的一个造型，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它刘海的一个厚度，那咱们做的这个后脑勺呢，从半路出发，那出发完之后把它粘好了，等一下贴完这个头发之后，哎，就是这样，就这样了啊，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后期就是技术比较好，把握的比较不错的话，你可以再说其他的方法，现在先跟着这个来。目前先跟着这个来，以后的话，随着技术的提升，可以去加入自己的一个新的技法啊。所以说，我现在说的这个技法，它都不是一定的啊，这个方法都不是一定的。不过它比较适合咱们就是刚入门的一些学生，以后你们可以做出自己的一些，研究出自己的一些手法和方法。好，目前的话就是这样子的，看到了没？刘海这嘚儿就往下了，然后脑袋是非常圆润的。好，就是这个样子。下面我们来开始粘刘海。我今天哎呀，对哦，他是一个打工的小精灵啊，要啥仙妻呀？要啥仙妻啊？就是个打工仔儿。好，下面的话呢，给你们看一下它背面的这个刘海。背面的这个头发呢，它比如说是一个圆球形嘛，同样的方法，它是一个这样的
梭子形，这是发旋的地方，然后还是梭子形，看好了没？就是这样子的，跟刘海的粘贴方法是一毛一样的啊，就是这样去粘贴的，懂了吧？所以说后脑勺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只是跟我们第一节课的头发制作方法不一样而已。Hello， 英宝。啊，接下来我们先从最中间的这个开始去制作。一直都喜欢这样的贴片是吗？贴片会更怎么说呢？会耗费一点时间，但是效果的话要比那个修剪的效果要好一些。啊，你们可以先等我一下，因为我的头去多了。啊，给它按扁。然后也是别太厚啊，就把握在2到3毫米，跟刚才刘海的厚度是差不多的。然后咱们先把这个尖尖的地方先给它修剪出来。今天你俩这相比，一个小白脸，一个明显就是大哥的那种感觉。好，我们可以从就是发旋的这个地方出发了啊，可以从这个发旋还是刚才那个发尖的这个地方开始。给它往后去粘啊，粘到它后脑袋的这个一半的地方，看到了没？不要粘到下面，粘到一半的这个地方，我们给它标记一个位置啊，就是差不多是在这个交界线的这个地方标记一下位置。我们把小尖尖给它剪出来。啊，用手掌把这个地方稍微捏一捏。好了，这一片就做好了，我们给它粘好。一定要在正中央的这个地方啊，一定要在正中央的这个地方。好，到发尾的这个地方呢，咱们可以让它稍微往外翘一点点。哎呀妈呀，这都成了长发了。你看，就是它不是说从半路的，它是要包裹到下面的，然后再翘起来的，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你看，它是要往下包裹的，这里是有一个往下的弧度的，然后再翘起来的。好，然后这是第一片啊。这个时候家里如果是有棉花的同学，可以把这个脸放在棉花上面啊。切记，如果家里有太空棉的同学，千万别用太空棉啊。这个亲身体验，用了太空棉之后，你的脸就会变成麻子脸。这你说的是那个什么狼尾什么什么发？之前晴子老师有留过那个头发，然后后面还有一撮绿。他回老家的时候就是留的那个头发，就是在那个狼尾，就是那个头发后面还染了一撮绿，特别逗。纸巾的话也不行，纸巾的话，首先它比较硬，其次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放心也会摁出印子的，最好是这种就是特别这种棉花。这种就是老家产的那种棉花，然后我们从半路这个还是啊叠加着一部分啊，叠加着一部分，千万别这样啊，稍微放在上面一点点的位置。好，那这个的话呢，就要比这个稍微再短一点了。你先把弧度翘起来，然后比这个再短一点，修剪掉，拿起来。弹力棉嘛，这是我们家被子里面的棉花，就是这个。就是一般小时候家里会种棉花，然后就用那个棉花去弹那个被子。好，这做好了。做好之后呢，用手啊，这个一定要等粘土，这一定要等脸干了，要不然就完蛋了。你这边头发做好了，那边脸就变形了。
啊，记得抹一点凡士林，慢慢去搓，慢慢去调整。啊，你看从侧面看这个缝啊，也要是给它抹平的。现在人都用的是太空棉了，但我们家以前用的都是那种，就是这种棉花，就是很重，被子会特别重，但很暖和。好，同样的方法我们继续制作就可以了。那这一点的话，你们对于这个发型的制作了解吗？航空棉枕头里面有。你们可以去网上买一点嘛，买完之后不但可以用来制作这个，你们想要做一些小娃娃呀，也可以用这个棉花。啊，这个的话呢，就是以此重复就可以了。然后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吗？就是这个头发的部分。希望今天能够准时下课，然后带着大家去看一下作业。同样跟这个齐平，减掉多余的。或者是家里你们应该都有那种插板吧，插根铁丝放在插板上也可以。啊，你看，你看中间全都是呈放射性的这种线条。啊，你想你这样搓的时候，你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厚了，你就通过揉搓就会把它整个所有的发片的厚度都调整的差不多。所以说我们是需要一点一点的调整的。你看我都是不停在捏，所以说你们也不要着急，我们一点一点来调整。啊，发尾这个给它弯曲一点弧度。看黑色的发片想到了水，啊哈哈哈。怎么说呢？唉，咱们周四的案例那个案例就被我戳破了脑袋。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吗？我在找我的亚克力板，找不到了。就是你不看着它的，它嘟的就给你戳破了，哎，扎心了。你们看脑袋的这个孔，看到了没？就是被那个戳破的。下面的话还能粘2片，就直接给它捏了。然后这个的话呢，它要比这个还要再短一点点，从这开始。说多了都是泪呀。啊，一定要剪完之后放下来，用手再按压一下啊！你不按压的话，那个接痕是没有办法处理掉的。然后咱把这个地方的尖尖再给它搓长一点。好，倒挂是用你们之前学那个花卉的那个倒挂法是吗？你看，其实你要是不加凡士林，搓起来还不方便，很容易搓变形，不光滑。慢慢搓，不着急，反正搓完之后整个脑袋是圆球就行了。然后这个搓的这条痕迹也要是线条工整的，所以说加凡士林的好处就是慢慢搓，哎，可以搓到极其的工整。接下来是把最后那个缝给它补上。你的刀片生锈，我的刀片也有时候生锈啊，生锈了不利了，咱就换一个。因为粘土里面多少是有水分的，所以说咱们在做的时候，它难免的嘛。啊，这个的话就特别的细。
啊，这个的话呢就要比这个啊再短一点。哎呀妈呀！我刚才扭头一看，我说：“哎，是翟阿姨。”哎，不对，不是。再一看，哦，对，是她。啊，你看，这不就粘好了吗？粘土太粘了，怎么不直接剪出发梢呢？什么意思？剪出发梢什么意思？啊，你看这块的话呢，就用手在它和刘海之间稍微抹一抹。啊，剪出发梢那是一种方法，我理解了，我反应过来了啊，那是一种方法，这个又是一种方法，二选一。你看，做完之后从正面看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啊，从侧面看就是一个圆圆的小球球，对不对？很工整，包括脑袋这块也没有什么起伏了。好，背面看就是这样子的。好，下面的话继续去把这边2片给它添加上去就可以了。对，都在一个中心点上，像小伞一样啊，对，就像小伞一样。这块的话，像看回放的同学，咱就可以快进了啊。方法只要懂了，咱这就很快了。脑中间不戴帽子好像不好看啊！你是要把发旋的那个地方给它挡住吗？你要想挡住的话，其实也不用挡，只要你做的足够好看，它挡那干啥啊？你要是嫌不好看的话，加2根呆毛就挡住了。反正就是它中间的这个是最长的，然后往外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啊，这点要理解。词穷的小鹿，我真是不止词穷，我这，哎，我要是脑袋瓜那词汇多一点的话，你觉得你们还有欺负我的份吗？还有你们骂我的份吗？啊，我早怼回去了，我早像海苔一样叭叭叭给你们怼回去了。啊，你看这个的话，咱是需要不停的去修剪的，你不修剪，它就没有办法做的特别好。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人骂完了，是吧？想回怼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该怼什么了。好，差不多了啊！你看，由一个很宽的就给它剪成了一个很细的。哎，等一下给你们吃个瓜，特别逗的瓜。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好好做完，等一下给你们吃个瓜，我自己的瓜。好，然后把这个给它贴好之后，它的这个中间的这条缝，你们在拍照的时候啊，哎呀，说到这个拍照问题了，就要拍清晰一点。比如说咱们这节课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头发的粘贴，那你就把它的俯视图拍一拍嘛，对不对？把它的全方位图整个都拍一拍，这样老师点评的时候至少有话说。你别让我就是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给你点啊。对，海苔的反应极快。海苔，还有那个叫谁来着？蛙哥也还可以。还有醒醒，都是怼人比较反应速度比较快的。怼海苔不要命。你看这就有点宽了，我们要去修剪。啊，先去比对一下这个宽窄合不合适啊，可以，然后标记一下我要的这个位置。对，海苔你就是在找死，
疯了吗？去惹他，不知道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吗？给它再按扁，一定要有这个按扁的这个动作。所以说，蛙哥是团宠，我是团七，是吧？哎，好，那我们的整个头发就已经制作完成啦。做完之后的话呢，就是整个脑袋，比如说你现在去看整个脑袋，哎呀，怎么这么宽啊？是因为你左右两边粘土添加的太那个什么了，你就要用手去调整。它不是说做完了就不能调整了，你要时刻的去关注。比如说，哎，正面宽了，你就把它收一收；那颅顶的特别高了，你再给它往下摁一摁嘛。整体的形状是要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调整的。包括脑袋后面的整个线条不够圆润、不够流畅，也要用手慢慢的去搓啊，实在最好是加点凡士林，好搓一点。好，你看这脑袋不就好好的做完了吗？是不是啊？脸也方了啊，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等那个脸完全干透了之后啊，再去做。啊，现在可以给这里戳一个洞，我们就可以插脖子了。啊，脖子的话呢，我看看我这有铁丝没？我这好像还没铁丝，也没压签。啊，你们可以给它插一根铁丝，啊，就是给这里面插一根细铁丝，然后把它插进去啊。记住中间的脖子一定要露出来啊。你看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是不是好好的做完了啊？刚才漂亮的脸蛋也变成了大方脸，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等脸干了再去做头发，一定要记住啊。大不了今晚咱们熬夜把脸做完了，身体做完了，明天再做头发都可以。好，给你们就先分开吧。好，给你们看正面的这个脑袋啊，尤其是抠细节的同学，可以去看着咱们的这个案例图去抠一抠啊。这是它的这个侧面，看到了没？这是它的背面，全方位给你展示一下。好，展示完之后，我们今天做它的那顶绿帽子啊，绿帽子。对。怎么就变方了呢？可能就是什么东西吃多了吧。老师，发片是弧形的，后脑勺是直线的，我有缝。稍等我一下啊，让我先理解一会儿。首先，咱们的这个绿帽子的大小呢，根据你的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啊。像我的话，取出一个直径是一个2.5厘米左右的一个绿色粘土。然后我们先就是用手给它搓成一个就是水牙，这个有点大，这个绿帽子有点大，没关系啊。先给它搓成这样的就是水滴的这个形状。搓好之后呢，我们下面是需要佩戴在脑袋上的。我们用手大拇指放在下面，食指放在侧面，这样去给它凹出来。啊，没关系。这个帽子的话，咱课后可以看回放啊。然后我等一下给你解答一下你的问题，好不好？你们刚才所说的问题，我等一下给你们去。为什么不放在蛋上按压？因为我不习惯，我还是习惯放在桌面上按压。放在那个鸡蛋上按压，我容易把那个粘土片按薄。所以说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你像晴子，她就喜欢放在那个上面，我就不习惯。所以说你们也要有自己的习惯，只要效果最终出来了。啥都可以，啥方法都可以。好，在按的时候呢，你看这里就按出了一个洞，看到了没？大拇指放在这里，然后你的手再往外拨，啊，不是大拇指啊，反正一个手放在里面，另外一个手往外慢慢的拨，你这里就有了坑。有了坑之后呢，你看这不就能够带上去了吗？你看是不是就能够带上去啦？啊，所以说这个凹槽大家一定要务必给它捏出来，然后我们来开始在整个帽子正中央的这个部分去给它按压。然后左右掰一掰啊，从背面看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给它掰过来，掰过来之后像做胳膊一样啊，不太好搓了，像做胳膊一样啊，粘土裂了啊，这是什么土啊？这是啊，反正就是要把这个尖稍微给它搓尖一点。帽子的尾巴呢，就是可以给它弯曲一点这个小弧度啊，尖可以稍微搓尖一点，
就 OK 了。然后下面的话，我来教大家制作一些比较简单的小褶皱吧。啊，虽然到后面的课程才会学，咱们今天可以提前学一下，可以做一个练习。啊，你看这帽子它不就可以戴上去了吗？是不是？啊，我们来教大家做褶皱啊。首先的话呢，拿出我们的棒针工具，在刚才中间这个缝的地方啊，你们也可以用压痕刀去做。你看，这给它稍微按压一条线，然后从这个点我们成一个 V 字形，滚压，然后你看，你这块不是按压完之后嘛，按压完之后，这个下面的粘土就是给它抹平，这样的话，你一个这个褶子它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啊，这是一种褶子。啊，下面的话呢，就是也是成一个这样的。哎呀妈呀！啊，成一个这样的 V 字形，就是把左边的上面的粘土和下面的粘土往上堆出一个这样的，就是堆出这样的一个 V 字形来啊！相信你要是学过微缩场景的话，这个应该都不是什么难事儿。你看，从侧面看，这里就堆出了一个凹槽，然后咱们在凹槽的正中央，哎，用我们的棒针给它往左右掰一掰。这就是一个帽子的这个小褶皱就制作出来了，你们可以先做练习啊。